花开锦绣为何突然出圈？丁禹兮、邓恩熙二搭，这6个看点太上头了。如果一部古装剧同时拥有世家千金被诬陷、江湖私盐贩子、家族斗争、朝堂权谋，还有一场说走就走的亡命逃亡，那么你觉得它会不会成为这个暑期档最容易让人上头的作品之一？答案或许已经越来越明显了。8月9日，花开锦绣正式登陆腾讯视频，丁禹兮与邓恩熙再次搭档，从长乐曲里的合作伙伴，到这一次在乱世中被命运绑在一起的赵灵与傅庭云，两个人的关系不再只是简单的男女主爱情线，而是一场从互相利用到并肩逃亡，再到彼此成就的成长故事。而这部剧真正吸引观众的地方，也不仅仅是丁禹兮和邓恩熙的二搭，它背后至少藏着6个值得关注的看点。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看花开锦绣为什么有机会成为这个暑期档的古装黑马。第一，原著底子本身就很有吸引力。花开锦绣改编自作家孜孜的同名小说，对于熟悉古言小说的观众来说，孜孜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也是九重子的原著作者之一，因此花开锦绣从确定影视化开始就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原著关注度。这类作品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不是单纯靠甜，也不是单纯靠虐，而是人物成长和时代环境往往能够同时推进。花开锦绣的故事设定就非常典型。女主傅庭云出生于世家，看起来拥有令人羡慕的人生，但真正进入故事之后，她才发现，所谓名门闺秀的身份，也可能成为束缚自己的牢笼。她被卷入一场与家族利益有关的风波，甚至遭到诬陷。而另一边，赵灵则完全是另外一种人生。他来自江湖，做的是私盐生意，性格豪爽，重情重义，却并不甘心永远只做一个普通的江湖人。一个来自世家，一个来自江湖，一个被家族推向危险，一个本来就在危险之中寻找机会。看起来完全不应该相遇的两个人，却因为一场意外被迫走到了一起。这就是花开锦绣最有意思的地方。它不是让两个完美的人相爱，而是让两个各自带着困境的人，在一次次危机中慢慢成为彼此最重要的依靠。第二个看点就是丁禹兮和邓恩熙的二搭，这一点绝对是花开锦绣最容易制造讨论度的地方之一。毕竟两个人并不是第一次合作，此前在长乐曲中，丁禹兮和邓恩熙已经有过合作，而到了花开锦绣，两个人再次搭档。这一次，他们面对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关系模式。赵灵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霸道男主，傅庭云也不是只等待男主保护的柔弱女主，他们之间更像是一种双向成长。赵灵需要傅庭云，傅庭云同样需要赵灵，他们在逃亡途中互相帮助，也互相改变。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观众在看到两个人再次同框时，会产生一种非常特别的感觉。不是第一次合作的陌生感，也不是刻意制造甜蜜的营业感，而是因为两个人已经有过一次合作经历，所以再次进入古装世界之后，彼此之间的默契会更加自然。尤其是在这种需要大量眼神交流、动作配合和情绪递进的剧情里，演员之间的熟悉度往往能够直接影响观感。而花开锦绣恰恰给了他们大量这样的空间。第三个看点是这部剧把爱情线和逃亡线结合到了一起，这也是花开锦绣最容易让观众产生追剧动力的地方。普通古装爱情剧可能是男女主相遇，然后误会，再相爱，但花开锦绣一上来就把两个人扔进了高压环境。傅庭云被卷入危险，赵灵也有自己的生存压力，两个人必须一起面对追捕。这意味着他们的感情不能慢慢坐在房间里培养，而是在一次又一次危机中被迫升级。今天可能还是互相试探，下一秒就可能要一起逃命。上一刻还在争论，下一刻就必须把后背交给对方。这样的关系发展天然就带有一种紧张感，观众会忍不住想知道他们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相信对方，又是什么时候从合作伙伴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并肩之人。而这种在逃亡中产生感情的设定，也让爱情线不容易显得单薄，因为他们之间的每一次靠近都有剧情事件作为推动，不是为了甜而甜，而是经历了危险之后才更加明白对方的重要性。
第4个看点是傅庭云这个角色的成长。如果只看她最开始的身份，傅庭云就是典型的世家小姐，身份高贵，生活优渥，懂规矩也懂礼数。但问题是，这样的身份并不能真正保护她。当家族利益与个人命运发生冲突的时候，她才会发现自己曾经拥有的一切，也可能随时成为别人控制自己的工具。所以，傅庭云真正的成长，不是从弱变强这么简单，而是从别人替我决定人生，逐渐变成我的人生由我自己决定。他需要学习如何判断危险，如何隐藏情绪，如何在陌生环境中生存。更重要的是，他必须学会相信自己。这一点其实非常符合现在观众对于古装女主的期待。大家想看的已经不只是一个漂亮的女主，而是一个能够推动剧情、拥有判断能力，并且真正改变自己命运的人。而邓恩熙这一次面对的角色也因此拥有很大的发挥空间。第5个看点就是赵灵这个男主并不是一开始就站在巅峰。很多古装男主一出场就已经拥有强大的身份、能力和资源，但赵灵不一样，他的起点并不高。他来自江湖，靠做私盐生意谋生。他有野心，却没有天然的权利，所以他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向上攀登的过程。从江湖人物到逐渐进入更大的权力世界，从只想改变自己的人生到开始承担更大的责任。这也意味着丁禹锡饰演的赵灵需要完成的不只是爱情线，还有人物事业线。而这2条线最终会形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组合。傅庭云帮助赵灵看清局势，赵灵则帮助傅庭云走出原本被安排好的人生。2个人不是谁拯救谁，而是互相成就。这种关系也让他们的感情更加有说服力。第6个看点则是整部剧的制作班底和视觉风格。花开锦绣由邓科执导，编剧为南震。从已经曝光的信息来看，剧集并没有把重点全部放在甜宠爱情上，而是加入了家族、权谋、逃亡以及时代动荡等元素。官方此前也将它描述为带有古言公路片气质的故事。这个概念其实非常有意思，因为古装剧里的公路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物会不断移动，场景会不断变化，关系也会不断变化。他们可能上一秒还身处繁华之地，下一秒就必须面对追杀；可能刚刚还在讨论爱情，下一秒就必须考虑如何活下去。这种不断变化的节奏，如果处理得好，就很容易形成追剧粘性。观众会因为一个悬念点进入下一集，又因为下一个危机继续追下去。所以，花开锦绣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可能并不是某一个单独的卖点，而是他把多个元素组合到了一起，有原著基础，有演员二搭，有古装爱情，有家族斗争，有逃亡冒险，还有男女主各自的成长线。而最关键的是，丁禹锡和邓恩熙这一次并不是简单重复之前的合作模式，他们换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角色关系。一个是想突破阶层的江湖人物，一个是想挣脱家族束缚的世家小姐。2个原本生活轨迹完全不同的人，因为一场意外被绑在一起，然后一起逃，一起成长，一起面对家族与时代带来的巨大压力，最后在一起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才是花开锦绣真正有吸引力的地方。对于丁禹锡来说，赵灵也是一次新的古装角色尝试。对于邓恩熙来说，傅庭云同样是一场人物成长的考验。而对于观众来说，这部剧最让人期待的，也许不是他们什么时候撒糖，而是想看看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生死考验之后，这2个人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因为真正高级的爱情故事，从来不是2个人遇见之后就幸福，而是2个人在最糟糕的环境里依然选择站在彼此身边。所以，如果你喜欢古装、权谋、家族斗争，也喜欢男女主在乱世里一路成长的故事，那么花开锦绣确实值得关注。更重要的是，丁禹锡和邓恩熙的二搭也给这段关系增加了一层特别的期待感。曾经合作过的2个人再次回到古装世界，这一次他们不是简单的谈一场恋爱，而是要一起逃出命运设下的牢笼，从世家深宅到江湖风雨，
从被人安排命运到亲手改变命运。